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星期天的直播。那我们直播星期天直播也不知不觉做了3年半了啊。那经常有很多的网友都问一些重复的问题啦，或者是很多的问题，这个股票能买吗？未来的熊市来了吗？现在是牛三了吗？牛一了吗？或者是这个股票怎么看，那个股票怎么看？不知不觉3年过去了之后呢，我们也3年半了啊，我们也总结了一些整套的系统出来，比较系统化了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3年半之内共度的这3年半之内，无论是星期天晚上的直播，或者是这个平时的星期五上传的那个 YouTube video，或者是有一些免费的课程，或者是有一些收费的课程啊，或者是 GMT 里面，我们不知不觉也是有3年半的时间在一起啊。那也总结了一些蛮多的一些系统化的一些信息出来，或者知识出来啊。所以今天来一次个给大家一个总结。总结完之后呢，当然也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想宣布一下的，就是可能这一次也是我们最近的一次直播啊。之后呢，有这个看看了啊，不一定是每个星期天有直播了，可能会很久没有直播了啊。有这个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做直播就是新冠疫情来了，我们面对面见面或者是线下的课程对个人的安全，每个人的安全有所顾虑，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网上的社交媒体直播来交个朋友所以我们过去3年也坚持了。那坚持了3年之后呢，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真的很多朋友我们还没见过都是好像是老朋友了，但是还没见过。所以呢之后现在是解封了，对吧？生活又恢复正常了。我希望以后就是有一些更加正常的星期天的活动，而不是为了大家做直播了啊。所以今天希望这一次可能是短期内最后的一次直播，我准备了满满的价值，最主要好像是刚才说的总结一下我们这3年半所学到的东西，让大家之后可能都自己懂得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做投资买卖的决定所以今天有好几个重要的信息会通过一个总结给大家重复一下。然后呢之后就要看大家就是缘分了OK。好，那事不宜迟。其实大家问来问去包括你今天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问题，也可以马上在这里问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既然是最后一次了，对不对？最后一次短期内的直播了那今天我会到最后留下来看看有什么大家的问题以前有点赶，今天呢留了一点时间出来，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好吧？这位网友说希望分析一下港股和大陆股票。OK，那香港的股票和大陆股票最后提醒我一下，我会帮大家讲一下，好吧？那包括这3位中期怎么看呢？是不是看跌请问这个个别的 Disney 的股票还有机会吗？包括你有的股票还有机会吗？我买了被套住了怎么办？应该给它涨回来还是怎么样需要留意马来西亚的领域，像5G Data Center 和太阳能等等等等我都会这个有时间到最后来回答一下这3位同学的这3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准备了今天的课程或者今天的直播的内容。希望就是到了今天晚上的直播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最好的是大家之后知道怎么样有一个清晰度，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自己去判断，做一个买卖的投资的决定所以今天这个我会很直白很简单很直白，我觉得是越简单的方法越好所以呢大家我会给大家很简单的方法。大家就是之后能够自己来判断做决定，好不好所以今天价值满满希望较多点人来告别演唱会较多点人来因为同时也是如果每一次直播都是很少人的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我这个时间我这个精力放在 GMT 我们 GMT 现在的同学的人数是越来越多，那这么多的人来了 GMT跟我一起来寻找全世界的股票的市场的机会和科技带来趋势的机会，还有很多的学习，还有很多的错误的想法要指导所以我觉得我的时间和精力花在 GMT 里面
会更加这个有效果啊，更加值得。所以呢，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后直播就不做了啊，我会在 GMT 里面放更多的时间。OK， 那是今天最后一次机会了，叫多点朋友来。OK， 所以你可以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分享到你的其他的股票群组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叫他来听啊。好，事不宜迟。这些问题我先给一个，我不喜欢就给一个答案哦，买不买，什么价格买，什么价格不买。我希望是教会大家怎么去钓鱼，而不是给大家一条鱼啊。这样的话以后我不做直播了，大家都知道怎么能够每个星期天晚上有这个沙西米有苏喜吃 ，OK 是教会大家怎么去钓鱼啊。那至于下半年整个股票市场如何投资呢？我也花了一点心思，我的制作团队也花了好多的时间。这个星期五就是2天前的上传的那个视频，下半年的投资的一些想法，包括我的一些看法对整体的投资的看法，包括一般的普罗大众所犯的错误，在股票市场里面输钱的原因，所犯的错误。都有一个总结大约10几分钟的一个视频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也不在这里重复了，这我重复也重复不出来这么好的一个视频讲不出来，因为我讲完这个视频之后，我的检测的团队还是花了好多的心思把我的讲错的、讲漏的、讲这个前后的次序等等安排好了所以呢，大家真的如果没有看过这个星期五的视频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下半年整体的策略，包括之前也有讲过不同的要小心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黑天鹅啦，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灾难性的问题啦但是呢，同时我也不觉得好像有这些可能会发生的灾难就不投资啦，拿现金了，因为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拿现金是肯定输的所以也要投资，投资变了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个学习投资也是越来越重要。做功课、做研究，自己的独立做研究功课也是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个我叫七爸爸嘛，对不对？我是用一个爸爸教子女的心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投资的经验和心得希望有一天就是子女都长大了不需要我爸爸，对不对？而不是说依赖了你们每次都要看我的直播啦，看我的这个课程啦，依赖着我大家的流量所以大家要成长，要学习，要成长。这个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或者你看过的时候这个可以看多几次。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视频，短短的视频背后都有很多的花了很多的心血鼓励大家看多几次那好了。那如何可以简单的方法，用得出来的方法，能赚钱的方法，这个能用出来，对吧？越复杂越难用，越复杂越容易出错，越简单越容易用得好，越容易赚钱所以我整套30年总结出来的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有效的这套方法叫选股5部曲大家如果有上过、有看过我选股5部曲的这个课程的，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看了之后对你有没有启发，对你有没有价值？还有帮个忙如果你没有看过选股5部曲之前，会不会觉得特别是没有认识七爸爸之前，没有看过我的视频之前，会不会觉得投资是哇好乱又这里画条线，又要那里学看什么指标啦，看什么财报了，好像很复杂。对不对？认识了我之后，看了选股5部曲也好，认识我之后，原来这么简单原来可以投资这么简单，而且投资可以是简单的来可以做到安心长期安心，不用心慌意乱如果有这个效果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给我这个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是我希望做到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使到大家容易长期的安心的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钱好，所以呢，这套简单的方法今天就用这个框架来给大家看一看如何在股票市场里面，无论是美股也好，港股也好大陆的股票也好，台湾的股票新加坡的股票，马来西亚的股票都可以用这套方法
用出来赚钱啊。当然，时间有限，所以呢，我就用美股来做一个代表啊。但是这套方法是每一个股票市场都可以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选股五部曲，第一步看的是什么？第一步不是说这个股票能买吗？第一步不是说这个什么价位买，要不要卖走啊，对不对？我们要有思路啊，有整套系统的框架。所以第一步是看牛熊周期。牛熊周期第一步，很多人想问的，现在美股是熊市吗？不是，对不对？我这个图啊，上几次都有画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一个上升的轨道，这个上升的轨道怎么会是熊市？对不对？去年我们是一个下降的轨道，所以去年啊，2022年是一个熊市，是一个调整。在这里啊，涨的时候我教大家，这个慢慢的有耐心；涨的时候教大家慢慢的有耐心，对不对？因为还在这个下降的轨道啊，过了这个下降的轨道了，确认了到了一个上升的轨道了，那不再是熊市，是一个牛市。所以啊，牛熊周期现在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那这个图就已经给大家看到，美股是一个牛市，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去买呢？要看买卖信号，这就很简单了啊。所以呢，选股不许第一个确认到底是熊市还是牛市。熊市的时候，我也不建议大家全部拿现金，全部把钱拿走啊。但是这个牛市的时候也不。这个也要做足安全的准备啊，这个风险管理的准备啊，所以呢，牛市的时候留一手啊，留一点啊，熊市的时候也不要 all out， 也不要全部离场，更加不要去做空。OK， 好了，那到了我们一会儿会讲第二和第三步啊，5个部曲啊，这个选股5部曲一起来用的话，就很连贯的。很容易的、很简单的能赚钱了，对不对 ？OK， 那我们到第4和第5步就看有没有买卖的信号，简单的越简单越好，买卖的信号来给我们一个参考，什么时候可以加点股票，什么时候可以套现一点股票 ？OK， 那在这里呢，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卖出的信号啊，每一次这个下降轨道到顶是一个卖出的信号，对不对？每一次如果是 RSI 到了70以上，是一个卖出的信号啊。所以呢，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技术指标，越多的话准确度越高啊。所以如果你是上了我的选股5部曲，我们里面有。给大家多几个工具，那就越来越准确了啊！那你如果没有上过选股5部曲的话，我建议你之后可以看一下，有更多的工具可以更加的准确。那我们假设现在啊，只用2、3个简单的工具啊，我们总共里面有8个不同的系列的。这个技术分析在我们的技术分析的课程里面，3面镜技术分析里面也会有8套不同的技术分析给大家啊。那复杂的就不讲了，最简单的看 RSI 和上升轨道、下降轨道，还有一个黄金比例3样东西来看一下，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了下降轨道，去年是熊市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到底是熊市还是牛市。熊市的话，买的时候就要小心。尽量就是要套现的时候比较积极，买的时候就要小心谨慎，对不对？因为熊市嘛，或者是我刚才说了最好是就是最好还不是要全部把套现金不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次到了卖出的信号的时候卖多点，到了买入的信号时候买少一点这个是牛熊周期的第一步。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 ？OK， 所以如果你这个看过选股5部曲还没有掌握到的话这个建议大家再回去看一次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大家我之前在2020年总结了一个选股5部曲的不知道第几版本了每一次的总结都会提升一点，所以上一次总结是在2020年 ，OK， 所以熊市的时候每一次卖出的信号就卖多点。到了买入的信号就买少一点 ，OK， 那好了，到了大约是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事后诸葛亮没有马后炮，对不对？不能说当时就买了就这个最底了，我们不知道是最底，对吧？这个事后看才知道那个时候原来是最底了当时不知道是最底我们也说过上升的轨道。基本上是要到11月底才能确认上升的轨道就是上升的轨道到了第一个
那个顶啊，到了第一个上升轨道的顶的时候才能画出来。OK， 所以之前是不知道的，到底这个是下跌的轨道还是上升的轨道啊？所以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在去年年底之前的直播里面，我要叫大家啊密切的留意能不能冲破这一个下降轨道的顶。如果它能冲破这个下降轨道的顶的话，那就是确认了一个上升轨道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是现在看回当时有好几个买入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这套系统还是行得通的，对不对？只是我们事后看回的话会看得更清晰但是这个系统还在里面，给大家温一下功课。到了去年的大约10月份的时候，有几个买入信号，第一个。RSI 30以下是超卖超卖就是这个情绪太悲观了，要捞底的时候了当时呢是连续2次这个 RSI 低过30是捞底的信号 ，OK， 那连续2个信号出来是个比较强烈的信号。那再看一下呢，我们在比较这个高级的这个技术分析里面有一个技术分析叫底背驰底背驰或者底背离 ，OK， 就是股票在往下跌，但是这个 RSI 在往上走，在这个时候是个很强烈的到底的信号这个底背驰 ，OK， 所以我们再重温一下所以如果看到这个底背驰的话，是第2个强烈的信号，对吧？第3个强烈信号，它是到了下降轨道的底了，开始反弹了，而且这个反弹呢，如果你看这个阴阳烛的话，反弹了一下子是蛮强的一个叫实心阳烛所以几套东西放在一起之后是这个比较强的 ，OK。那这个时候上去了之后它开始上去了那到了到了上升轨道的顶的时候，应该是卖出信号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确认这个到底是下降轨道的顶还是上升轨道的顶，所以我们就是总之是个卖出信号了所以呢，在中间12月的时候还有一个卖出的信号我这里没写写漏了。或者写的太多就眼花缭乱了，所以在12月的时候有2个双顶在那个上升轨道的顶或者是下降轨道的顶，当时没有确认这个上升轨道是不是成型了，还是下降轨道继续在出现 ，OK， 那个时候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卖出，对不对？是有一个卖出信号，结果它真的跌下来了，所以那个卖出的信号又准了。跌下来了，跌下来了之后又开始反弹了但是这次反弹之前呢也没有买入信号所以你说如果那个顶的时候卖出来了，反弹了你也没有买入信号，再到了下降轨道的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了，到底现在这一次能不能突破？如果能够突破的话，那就确认了上升轨道；如果不能突破的话，那就没有上升轨道，没有到牛市，还是个下降轨道，还是个熊市。OK， 结果它是突破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上升轨道那条蓝色的轨道出来了所以大家第一个问题，现在美股是熊市呢，牛市呢？现在是牛市。不代表以后没有股灾牛市可以突然结束的 ，OK 没有说牛市一定要8年，没有说牛市一定要5年牛市可以很快结束，又到了一个股灾但是现在是没有看到熊市的再重新的出现，我们要做好准备，有些银行的危机啦，有些比如说去美元化的这些可能性啦或者是美国还在加息啦缩表啦，经济的衰退啦，这个我们要做好准备。但是到了股票市场里面，你看到还是个上升轨道，对吧？好了，最近没有买入的信号，所以我也不急着买你说哎呀美股又涨了，其实整个大盘没有涨感觉上在涨，对不对？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一个错觉，为什么我们觉得美股涨了好多是一个错觉你要这样看的话，美股其实没有涨太多，对不对？现在的美股还是徘徊在2月份的那个高位，2月份的时候的高位，也是徘徊在去年的9月份的一个反弹的一点那之前的美股比现在还要高所以美股不是很高。如果我们看 S&P 的话，不会很高。那为什么错觉美股涨得很高呢？因为今年是 AI 热潮，
我们关心的 AI 的股票是涨了很多，所以我们一会儿看看跟 AI 有关的股票是涨了很多，给我们感觉啊，跟788的网友都是比较关心 AI 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好几次 AI，所以我们关心的 AI 的股票是涨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整个大盘啊，这个还是逆风。啊，还是一个逆风，不像以前啊，闭上眼睛买大盘指数，闭上眼睛啊，这个无脑定投 dollar cost averaging 啊，傻傻的定期的投资买大盘指数就搞定了，对吧？你能看到我们讲了好几次，现在的整体的宏观经济是一个逆风，没有像以前那样冲上去，现在是一个平平稳稳的那个逆风啊。那短期内呢，现在有2个主力位。主力位不代表不能突破啊，只是它在这里可能会停一停。如果有利好的消息或者资金把它突破的话，那后市就看好了，因为它有这个动力啊。但是现在有这个阻力，很有可能是又会调整啊。那这2个阻力是什么呢？不是卖出信号，只是个阻力位啊。要搞清楚，阻力位就是它啊跑到这里可能要喘一喘气啊，休息一下 ，OK。但不是一个卖出信号，不是说马上要怎么样 ，OK？ 那这个主力位2个主力位在2个啊，第一个是它的上升轨道的中轴，OK？ 第二个呢是它的黄金比例的顶，黄金比例的顶，你看又回到了2月份的高位，2月份的高位之后调整了，对吧？所以这一次2月份的高位其实调整呢有几个啊，第一个是 RSI 当时是到了70了，所以是一个很明确的卖出的信号啊。第二个基本上也是到了那个上升轨道，还没有完全到，但是已经接近了。我记得那这个盘中啊。那天中间是有碰过一下的，结果就马上下来的，所以当时跌下来之后就成为了当时的顶，就成为了现在一个主力位，一个心理人家觉得要获利回套啦，要获利这个离场啦，所以有一些主力位在这里啊，但是不是一个太严重的一个卖出信号，对吧？所以你问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买入信号，我没有一个fear of missing out， 没有一个 FOMO 啊，我还是维持我的一贯的想法，现在大盘是做一个参考那现在是个上升轨道，对吧？上升轨道里面可以是比较乐观的去寻找起飞的行业和好的优质的股票啊，所以呢，选股5部曲我们就开始留意第2和第3步。第2步是起飞的行业，第3步是这个个别的优秀的股票，对吧？那好了，起飞的行业，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啊，我是讲过好几次 AI 啊，无论我觉得危机有危也有机，对吧？使到股票市场不太看好的，可能是去美元化，可能是去全球化，这2个是一个使到我们中百网之前享受了50年的这个全球美元量化宽松，还有这个全球化的一个红利，这个钟摆是往回调了。所以呢，未来是一个投资可能的盛宴用巴菲特的话，盛宴已经过去了我自己来说，投资的那个顺风已经变成了逆风，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更加重要的是要找起飞的行业，科技带来的红利而且是非常好的股票，我叫10倍股，这样的话是逆风还能上还能前进所以呢，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也直播也有说过，有好几次说过 AI 当然我们 GMT 里面是深度的研究 AI， 不同的 AI 的公司我们都有深度的研究GMT 里面 OK， 那所以很明确就是起飞的行业一定是跟 AI 有关的，无论是 AI 的科技公司 AI 赋能其他的赋能人家的科技公司，或者是被 AI 赋能的产业，被 AI 赋能的企业都是未来的一个亮点。OK， 那我们明白了第2步起飞的行业在哪里了，对不对？我们也有个别的讲那个公司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之前有一天的直播
直播里面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刚才又要找这个资料回看，哎，我觉得蛮好的，这个非常好啊，当然这有点自己感觉到好啊，OK，大家可以讲一下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啊？如果你不记得或者没有看过的话，以后反正以后星期天没有新的直播了，就看回以前的直播也是可以的啊。那当时呢，我们就讲啊，这个AI 带来的机会，可能是要比 PC 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通讯出来的带来的机会是更多的啊，更多的啊。我们也讲过几个不同的公司可能会在 AI 里面受益的啊。那当然呢，其中有一个公司呢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啊。我记得第一个公开在视频YouTube 视频里面讲的这个是在2021年的12月。当时我说，这个美股是很高很高很高了，应该要调整了。美股是很高很高了，还能买吗？但是很高的时候，如果真的还是要看好一个美股的话，就是 NVIDIA，所以我对 NVIDIA 是蛮看好的，对吧？当时就是说，我这些 AI 啦，或者是那个智能无人驾驶啦、智能驾驶啦，或者是以后的一些元宇宙啦，当时还有个元宇宙的概念啦。元宇宙其实是一个graphics process 这个图像的处理等等，都是对这个 NVIDIA 好的但是当时美股是蛮贵的 OK。 那之后呢又在去年的3、4月份讲过，应该是4、5月份讲过当时当时我也对美股整体的美股是非常不看好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是觉得 NVIDIA 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OK。那所以大家要回去看的话10倍股当时有人质疑NVIDIA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还能涨10倍吗？那从去年这个年底到现在 NVIDIA 在短短的6个月内是涨了1倍，对不对？为什么这6个月内涨了超过1倍？最主要就是11月底的时候 ChatGPT 的出来，ChatGPT 出来之后，人家是对 AI 重新有了认知这个 AI 潮热潮人家在 AI 的整个朝代这个浪潮里面去挖金子那 NVIDIA 是它 AI 所赋能带来的对晶片的需求的唯一一个硬件这个晶片唯一一个可以供应的 GPU 的当然 AMD 也有一点，但 AMD 这个是这不是最好的最顶级的，对吧？所以呢 NVIDIA 是当这个热潮当中当红炸子鸡谁都在抢着进去买 NVIDIA， 所以我们之前看的那个愿景实现了所以788有时候这个 video 有人说让你赚了好多钱所以恭喜恭喜所以其实788看的东西都是蛮前端的，不是说发生之后再说的，是之前比较前的所以有些股票我看了还没涨不代表以后不会涨，就是我还是蛮有信心的，不代表以后不会涨，有时候跌的时候反而是个机会那 NVIDIA 呢，当时我讲完之后，随着美股的调整，对吧？那 NVIDIA 也调整过随着美股的调整，包括当时它有一些去库存，有2个季度的时候，这个业绩是倒退了，所以使到它的这个股票短期是有个调整的这个是真的 ，OK， 不是说因为讲完之后就永远涨上去，股票肯定会涨，肯定会跌的那所以呢，有些同学说了这个视频使到他影响很多，像刚才这个现场观众也说赚了钱之前也有说这个视频使到他赚了钱，对不对？所以很开心来感谢我那我也感谢你来感谢我 ，OK。那另外有些网友呢就来说了跌的时候不见你来讲涨的时候为什么就讲了，对吧？跌的时候有讲在 GMT 里面有讲因为 GMT 里面我们深度的去研究，对不对？所以呢那之后为什么不讲呢？之后因为我发现这是我新的认知这个很多人买了之后会心慌意乱买了一个股票一跌会心慌意乱。其实你买了好的股票大家可以写下来，很重要。
如果你有做过充分的研究工作，知道这个公司是好的，它的产品是好的，它的管理是好的，它的市场未来是有扩张的，有需求的，对吧？买了可以安心的，长期安心的啊。但是呢，一些没有学过我的股票的人，股票方法的人一跌了之后就问七爸爸这个还能买吗？七爸爸你的那个怎么办啦？七爸爸好像我的那个，七爸爸你的那个跌了怎么办了？七爸爸你那个跌了怎么办？我的 inbox 里面好多好多这些，所以我从去年的年中开始就不再讲个别股票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学过股票的话，一跌的话会心烦意乱，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没有学过股票，就不要买股票，就最简单了，不要买股票，先学习，对不对？我已经把整个股票投资的方法框架做到最简单了，对吧？最简单的选股5部曲和如何做到安心、长期安心去赚超级盈利，这么简单的课程你都不学的话，那就不要买股票了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之后没有再讨论个别的股票。所以为什么跌到108块的时候没有讲呢？因为我其他的都没讲，什么股票都没讲，是不是所以因为这个我觉得在公开场合讲个别股票是完全不应该的那 GMT 里面我们在170块的时候有做过一个深度的研究150多块又有在 update130多块的时候又有它的那个业绩报告出来又有研究，所以我们一直有研究的 OK 包括这一次的 AI 的浪潮来，我们也有讲过 NVIDIA 是这个硬件的一个唯一一个选择所以这个10倍股很明显的一个特征都在里面 OK 那好了。那如果大家没有在 GMT 里面，对不对？要靠自己去做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跌下来是好的跌下来是给我们一些买入的机会，低成本去买入的机会所以我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来看了选股5部曲第3步这个公司是好的公司，对不对？这个好的公司也要好的时候去买，好的价位去买，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之后再好的公司我都不在公开场合讲了，因为怎么样，在公开场合讲了之后，有人哇高的不得了去买300多块买 NVIDIA， 那当然是输钱了，对不对300多块就高追了那所以我们要看买卖信号选股5部曲第4和第5步，所以再一次说如果你没有学过选股5部曲的话，真的好好的学会选股5部曲在没有看过选股5部曲之前，我建议大家不要买股票，因为你买了之后，哎呀，鸡爸爸你说的那个，你的那一个，他说你的那一个，或者是你推荐的那一个股票怎么跌了，对不对？好，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是一个成长股，是个10倍股，对吧？在我的10倍股的股票的课程里面，也有给过大家几个技术指标的分析那成长股的话呢，我是喜欢看这个移动平均线。特别是移动平均线带出来的黄金交叉和死亡交叉很简单，10天、50天黄金交叉这个死亡交叉来看的买入信号、卖出信号，这么简单的，对不对？买入信号，第一个买入信号买了，是不是涨了？涨了之后跌下来了一点点，但是还在高位，还在跌下来一点点，你要安心持有嘛，对不对？跌下来了，有了一个死亡交叉卖出信号，这时候你卖走。相对你的买入点是不是还赚了很多钱，对不对不要贪心了，不要要摸在顶了，摸在顶你没有系统的话是很难的，你可能是走了太早了这个失去了之后的涨的那些幅度了，对不对OK， 所以呢卖出信号卖走了 OK， 卖走了之后到了下一个买入信号的时候再买入，是不是又低位低了，对不对？所以那位同学说低的时候怎么不讲你们自己会看吧，我方法我已经给你了，是不是方法我是2020年的选股5部曲里面已经给了大家了，我的10倍股里面还有其他的几个信号也都给大家了，大家只要应用就可以了，每一次都要我来说哎呀可以买了，哎呀不可以买了对不对信号就在这里了那好了，这次买入到卖出轻微的赚一点点，因为它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对冲的因素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所以好像没怎么赚，对不对？但是呢，也避开了
之后的一个下跌所以我们也之前讲过，你买股票的话要经常转变方向，因为风向会转。不能说，哎，金爸爸，好多人这个新朋友，金爸爸，你不是看好这只股票的吗？为什么卖出了？信号改变了，是不是啊？哎，金爸爸，你不是看好的吗？为什么跌了？那信号卖出信号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是比较喜欢在 GMT 里面讲，因为大家都学过同一套东西之后，大家都能够用出来，对吧？而不是说，其实爸爸，你不是说看好这只股票了吗？你看跌了怎么办？你的那个怎么办？你那个怎么办？对不对 ？OK， 好，那个信号卖出来了，避开了这一个下跌的，对吧？好了，到了在8月的时候有一个买入信号，但是呢，买了一点点之后又有个卖出信号了那你就卖一次，白做了一次，差不多同样的白做了一次，但是又避开了之后的跌下来的那个幅度，对不对？所以虽然是买一买一卖，一买一卖2次，好像都没有怎么赚钱，但是大家看到是避开了下跌的那几次，那几个下跌的大的下跌 ，OK。那再到这个10月份的买入信号的时候，然后就买入了到了年底的时候有个卖出信号，但是很短暂又买入了，又卖出又买入了要给富途赚点钱 ，OK， 要给那个券商赚点钱又买入要卖出 ，OK， 但是这个买入信号之后你要回看的那当然我是多维度来计算的，对不对？第一个技术分析买入信号应该是买了，之后就傻傻的就放在那里了，没有卖出信号没有卖出信号，你买入信号买了之后就放在那里长期安心，超级盈利嘛，对不对？这个才能长期安心。所以这个时候买到现在已经翻了个倍了。当时买的话是150块，现在是312块，还在持有312块已经翻了个倍了那第二个，大家去看看年初的时候我给大家做的 AI 的那个直播里面，对不对？当然我们 GNT 里面也是有讲 AI 的带来的机会所以这个AI 当时讲过直播里面，这个晶片是唯一一家硬件都要用它的这么好的一个，终于我们所盼望看到的愿景来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当时如果买入的话，到现在已经翻了个倍了所以这也是我经常说的，现在投资已经是逆风期了，不要再买大盘，一定要寻找个别的超级成长股，个别的超级10倍股当然现在你问我还能不能买 NVIDIA 这么高了，对不对？最近没有买入信号最近没有买入信号但也没有卖出信号所以呢，如果你之前在买入信号，上一个买入信号买的，持有到现在的，那就很开心了，对不对？继续持有了但没有卖出信号，有了卖出信号再卖出也不迟 ，OK。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你有了选股5部曲之后，就一步一步，很简单了第二步起飞的行业 AI， 第三步优秀的硬件哪一个最好有人来问 AMD 能买吗 ？Intel 能买吗？我就说 Intel 跟那个起飞的行业无关 ，AMD 不是最好的公司，你看最好的公司已经够赚了，对不对？已经够了，还要看其他的什么东西，对不对？没有明确的clear winner， 那你就两个都观察了，对不对？有人来问，现在应该买 Microsoft 还是 Google两个都不知道谁赢的，那你就继续观察了，对不对？那你现在问 AMD 能买吗 ？NVIDIA 这么 clear winner、distant winner，AMD 车尾灯都看不到，AMD 连这个 NVIDIA 车尾灯都看不到，那你就买一个 winner 啦，买一个冠军了，为什么要买亚军了？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到了中国大陆的股票。中国的 AI clear winner，我不讲了，对不对？不讲个别股票，但是大家在 GMT 里面知道GMT 的同学知道，七爸爸最看好的 clear winner 已经跑出来的是哪一家，对不对？我这个所以我觉得是用了这套方法之后，你买了安心，等它涨就这样，等它涨，它不涨那无所谓，对吧？那当然最后你还可以用卖出信号和买入信号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参考，使到如果涨的话你不会太早离场，或者呢是真的大跌的话你可以避开一下当然这也是做个参考选股5部曲就这么简单，好不好 ？OK， 那当然了，选股5部曲是方法是框架，
同样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态做到能长期安心，这个稳定啊，这个很 calm 很安心的 ，OK。但这个安心啊，不是做鸵鸟啊，避而不见，哎，长期安心，我买了就 buy and hold，我都不看它的 buy and hold，不是这样的啊。特别是现在投资的逆风期里面，千万不要 buy and hold，买了持有。就越买越低，越买越低。很多人买了汇丰银行啦，买了什么那些很多的。现在的科技迭代很快，买了一些以前的好的蓝筹股，结果越跌越下来，越跌越下来啊，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一个不能叫这个做鸵鸟的去这个buy and hold啊，或者是做鸵鸟的避而不见来长期安心，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通过一些理性的分析做到长期安心啊，当然也要修炼的啊。所以呢，这个免费的公益课如何做到长期安心也给了大家，所以框架什么都给大家了，好吧 ？OK。所以呢，回到这几个同学的网友的问题啊，没有到同学上了我的课程这样的同学，这几个网友的问题呢，我觉得就这样，如果你不懂得自己分析的话，我不建议你买股票，也就是说，我不建议你现在持有股票，道理很简单，对吧？你要来问我，这个红灯能冲吗？这个油门能踩吗？我就知道你没有不懂驾驶，对不对？没有驾驶执照，不懂怎么去开车子这个我的孩子，我的小儿子在13岁、14岁的时候，保时捷很好哎，我能开吗？我要让他开，肯定死掉了，对不对？肯定要先学学好了之后。那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样。如果刚才问的那几个问题的同学网友先来学习做同学，好吧？你没有那个长期安心的心态，没有那个选股布局的框架，不知道自己去看一些买卖信号和分析一家公司的价值的话，统一的答案就是我不建议你持有股票。OK，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股票市场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财富滚雪球的地方。但是就像车子很重要懂得开车子了，方便了，自由了，想去哪里更快、更自由的能去到了，对不对？但是你不懂得投资股票的话，一定会输钱。你不懂得股票所以人家说，哎呀，股票好危险啊！你怎么叫人家去赌博炒股票？Sorry，如果你分不清楚炒股票投机投资分不清楚的话，我建议你先学习你要不学习的话，或者你还没有学好分清楚投资和投机的话，我一律的叫大家不要买股票因为你会输钱，对吧？外面这也是我另外一个为什么不想讲股票，不想再做直播因为很多人都来问我，我不回答你又好像回避你的问题，但是我是真的相信，如果我看到你没有驾驶能力的，还让你去你问我宝马能开吗？我说宝马没问题但是你喝醉酒了，我还让你开车子，或者你不懂得怎么开车子，我还让你开车子，这是对你非常不负责任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叫大家来学习也是为什么我不在公开场合再讲个别的股票，就这样你要问我Disney 怎么样，Disney 可能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不要买你有不知道了讲到你有其实呢我要带出一个问题，很多人来问我这个能买吗？那个能买吗？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这个股票？哪一个涨得多你就来问我这个能买吗？或者你去买入了外面哇大事了，谁都在不负责任的，都不知道你会不会股票，就在不负责任的讲这只股票好了，那只股票好了，这只股票好了，那只股票好了，这非常不负责任。引诱你去无牌驾驶，对不对？我是负责任的。我看到你不懂得开车子，我就叫你不要开车子。我看到你不懂得投资股票的话，我就不要叫你先学习，对不对？那去年2年前2020年的时候，
很多人就问你有能买吗？你有能买吗？你有能买吗？我来上我的那个选股五部曲的时候，你有能买吗？大家回看我在2020年的选股五部曲，最后我是解答人家的问题，你有能买吗？当时是在17块，16、17块。我就不要买，我就说不要买 ，OK。现在只有7块钱，对不对？当时17块不要买结果我讲完之后涨到40块，一直涨上去，一直就有人家说徐爸爸，你不是说不能买的？你看现在涨到30块了，我说不要买我还是觉得太高，不用。你不是说要跌的吗？我说我不买啊，它涨到40块不关我的事啊，我觉得不值得买啊。原因在那里啊，大家可以回看这个课程大家报了名之后在里面对不对？回看我当时的原因，我就说不要买啊，我就不买啊，17块。结果它一直涨到40块，很多人就来问我七爸爸，你不是说你有不能买的吗？现在涨到30块了，35块了，40块了，现在只有7块钱，对吧？所以呢还是那一句，你要不懂得的话，傻傻的一个股票炒上去你就去追的话，肯定会输钱 OK。 就这样啊。好，那我们来回答一下现场观众的问题啊。那为什么我会减少一些做直播呢？或者不定期做直播呢？所以以后如果有需要做直播，突然之间灵感来了要做直播了，可能是星期二，可能是星期三，可能是星期一，随时可以啊。所以大家可以订阅，打开小铃铛，或者是加入我们的 email， 这样的话我们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来通知大家啊。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能周围去玩了，对吧？能够周围去玩的，我第一个去的就是台湾台湾太美丽了啊！我到了台湾呢，我们也有很多台湾的同学，所以我是为了台湾的同学也特意的做了几个股票，做了几个台湾股票的研究。那其中有2个公司这个我觉得不错股票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公司是不错的这个我做了那2个公司的股票，也在 GMT 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当然有还有赖我们的台湾的师兄这个同学的辅助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所以有2个公司我们在 GMT 里面也有分析过那未来我是希望能多走走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了之后，包括中国大陆的股票，对吧？哇，无人驾驶，我也要去看看无人驾驶到底怎么样包括买菜这个现在网购买菜，我要去试一下网购的买菜，明日达、次日达、半日达，我也要试一下，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多点实地考察，然后呢，花多点时间给 GMT 同学GMT 同学，我们本来是说每个星期五2个小时，那我们最近2年都是4个小时、4个半小时上个星期五我们也做了4个半小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GMT 里面讲过的内容，我是不会在公开场合重复的，因为这对 GMT 同学这个公平嘛，对不对？人家是付了费来听的，所以 GMT 里面所讲的所有内容就是外面不讲的那 GMT 里面呢，我又给了特别多的内容所以讲完之后星期天讲什么没有话讲了，不能讲 GMT 讲的话。GMT 里面讲了4个半小时，这个星期天没有话讲了，所以也是这样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之后就不要为做直播而做直播不要每个星期天做直播了多点时间去实地考察，多点时间来这个对，谢谢我们 GMT 的 Encore Extension Encore 多点那好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在股票市场有好的成绩的话，一定要学习。总结一下不学习一定会输钱，所以不学习你来问我不要问了我不建议你买任何股票，退出 OK 但是退出的话呢，现金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学习 OK。 外面有很多的方法我是不认同的，我的方法是跟巴菲特Peter Lynch、Templeton 或者Howard Marks非常接近， Charles Munger 非常接近的所以你要对这些股神级别的投资者、优秀投资者认同的话，想有系统的来学习的话，那我这套系统肯定会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帮助大家能得到这些股神的心法和方法 OK 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总结创新等等所以我最
在推荐大家有智慧的人必选就是进入 GMT， 我们每个星期五一起来寻找机会，而且通过实践的案例分析来学习，这是最容易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哎呀，这个 GMT 当然这个费用比较，这个会员费比较高一点啊。当然 GMT 里面的课程很多都送给大家的啊，包括在里面的。那你说我先要吃一碟前菜，可不可以啊？免费的。我们有一个60多分钟的课程啊，给大家调理好心态，寻找10倍股的免费啊，可以在连接，这个找到连接啊，在留言区找到连接。那我们还有一个$7就可以总结出来这个选股5部曲的框架的话，应该大家都已经上过这个课了，是不是？是个公益课啊。如果$7不是太大问题的话，$7要买股票应该有的，是不是啊？那作为一个系统维护费，把我这些内容可以这个学习的话啊，非常好啊。当然，我希望大家在 GMT 里面跟我每个星期晚上一起，好吧？好，有没有现场的问题来回答啊？所以先回答几个问题。刚才第一个香港的股票和大陆的股票现在这个怎么看呢？现在香港的股票我先说香港股票和美国的中概股啊。那我们要了解几点啊，这个影响股票的因素有好多个，第一个，第二个，影响股票的这些因素每天都在变，好吧？所以这2个。那好了，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最主要的2个原因，第一个，西方的媒体过度的对中国大陆有一些悲观的看法，我觉得是两边都有偏差。大陆的对自己特别好，看得特别好，因为不好的不准讲 ，OK 啊，事实这样啊。到了哔哩哔哩大陆这些网站不能讲对大陆不好的隐忧的东西 ，OK。所以呢，大陆的投资者对大陆就看得特别好，西方的投资者或者是媒体看到了对大陆的就特别的悲观。政府要破产啦，通缩啦，经济萎缩了，完蛋啦，年轻人的失业率特别高啦，对不对？所以是特别的悲观啊。再通过传媒的放大，还有讲故事越讲越糟糕啊，人家到最后是越来越糟糕。还有当然是有一个主观的意愿啊，这个比较西方的跟中国大陆特别是美国和台湾。有一些人是比较这个有主观的立场的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大陆的投资者买 A 股的投资者是过分的乐观 ，OK。所以你要说大陆的 A 股，我觉得是过高过分的乐观，股价偏高当然它可以更高，OK。但是我觉得作为价值投资法来说是比较过高，因为大陆的投资者在一个整体正映在一个只准讲好的一个媒体里面看出来世界是比较乐观的，所以 A 股也是不合理的太高 ，OK。所以这是 A 股市场。那港股和中概股呢？因为我们买的是香港的股民，或者是美国或者全世界的股民比较多看 YouTube 的比较多 ，OK。所以对大陆现在是比较过度的，我觉得是过度的悲观unnecessarily pessimistic，OK，就是过度了就是没有刚刚好的，就是要不就太乐观，要不就太悲观。那现在是太悲观呢，那资金在撤离港股和中概股，所以港股和中概股现在有一个调整，这是第一点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股价不能反映真正的事实，是过度悲观了是这个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糟糕，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二个呢，也是最近真的是有一些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在量化宽松因为它的经济的周期跟美国不一样所以它的通胀也不一样 ，OK。所以它通胀很低，经济在复苏，但是它还有能力去量化宽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人民币是持续的贬值，因为人民币的国债要比这个美国的国债利率要低收益率要低，那资金就会从人民币卖掉人民币的国债套现，跑到美国的市场里面去买美国国债，对不对？利差交易嘛所以呢，人民币在贬值。
那人民币在贬值啊，这些大陆的企业赚的是人民币，那他们为了赚的人民币，相对我们买股票啊，用美金在美国来用美金来买，或者香港用香港来买，这个价格啊，那人民币贬值了，相对港币、相对美金贬值了，对不对？所以它的股价是不是相对要跌下来，来反映人民币的贬值？所以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啊，那还有第三个。当然，第三个就是有这个台海紧张局势所以呢，有一些资金也是适当的撤离啊，像巴菲特也撤离一下，包括 Ray Dalio 本来是蛮看好中国大陆的，现在也觉得这个美国和中国有机会打仗有机会不代表会打仗有机会打仗。那也做一些相对的一个这个风险管理，把一部分的资金撤离出来。所以这三个原因使到港股和大陆的股票现在是比较低的但我个人觉得真正的情况没有那么差，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最近在持续的慢慢的谨慎的找一些非常好的股票来买的。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富途这只股票怎么看？OK， 那第一个我在 GMT 里面呢，每次富途有这些新闻出来呢，都有很深度的研究，所以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因为要对这个 GMT 的同学负责任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加入 GMT 的话，马上我们以前的所有的 GMT 的课程都有都会回看。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加入 GMT 之后回看第二个，我只能说，一个好的公司，在做生意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成长的机会，还会遇到不同的挑战。OK， 那遇到挑战之后，有些好的公司会生存下来，变得更强，有些不好的公司会淘汰掉。那第三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对富途的影响也不太大，所以呢，我们 GMT 的同学是蛮开心的给到我们 GMT 的同学是可以更加开心的去适当的买一点，就这样 OK 但是呢我觉得这位Nicholas 同学也是一样，你要没有学过或者你感觉到自己还没有充足的股票知识的话，我不建议你买任何股票，我也不建议买富途这只股票，好吧？因为任何股票就是保时捷好开吗？如果你没有考过车牌的话，不要开，就这样 OK。保时捷是很好但是你要不会开的话，什么车也不要开，好吧 ？OK， 那问题差不多了，是不是那再次感谢大家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投资自己脑袋先投资自己脑袋，学会怎么做事情这个做股票之后股票市场大家可以一辈子这个投资下去。像 Charles Munger 99岁你要99岁找工作都找不到了，对不对？还能从股票市场里面赚钱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做老板，对吧？我们在我讲我自己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又没有又不需要有什么推广，又不需要去找客户，又不需要有客户服务又不需要什么人家每天都有人傻傻的在股票市场里面输掉冤枉钱，对不对？我叫大家不懂股票就不要买。其实叫大家不要输冤枉钱，对吧？你要不听我的话，你再去股票市场里面输冤枉钱，那就给我了，对不对？我每天都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很多的人家输掉的冤枉钱那为什么要这么傻呢？对不对？好好的学习，跟老师一起在股票市场赚钱，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在我的课程也好，我的直播也好，当然最好是每个星期五的 GMT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股票市场里面寻找机会当然之后人生可以是非常丰盛，所以人生五行我经常说财富只是其中一小板块，对吧？人生五行健康身体健康最重要，家庭幸福，家庭和谐这个事业有成，事业跟金钱又不一样，事业你可以是为了理想做善事，做慈善，做义工，事业有成，把你的才华发挥出来这个财富
丰盛啊，股票可以让大家钱帮你赚更多的钱，最终还是智慧有成长，人变得越更有修养的、更有魅力的、更有文化的人啊，人生五行样样都行。再一次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里面陪伴了3年半啊，以后就要随缘了啊，看机会了啊。好 ，Until next time，感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啊，报名了。